大梁国，景洪帝25年3月初5，魏玲珑站在船头，像不经意闯入画中的精灵。她穿了一件白色长裙，裙角绣着小朵的粉色梅花，腰间则束着粉色的腰带，更显得细腰不足一握。小姐，外面冷。2个年纪相仿的丫鬟走过来，春兰拿着一件白色绣梅花披风，轻轻地为她披上。是啊，江南已经是花团锦簇，越往北走，天气越凉。你们看，岸边的柳叶才刚冒芽尖儿。魏玲珑不由叹道：春兰和凌霜是与魏玲珑一起长大的，感情很是深厚。主仆3人有说有笑，欣赏两岸的风景。船只行到了一处芦苇荡。小姐，快看，那是什么鸟啊？还真漂亮。春兰欢乐的话音未落，芦苇荡里无数只野鸭扑棱棱的抱起，嘎嘎叫着四散飞去。魏玲珑立时警觉，一把抓住凌霜的手，凌霜和春兰也紧张起来，下意识地护在她前面。尖锐的呼哨声响起，芦苇荡里冲出5艘烧板，前后夹击，把魏玲珑所乘的商船围在了中间。此时魏玲珑方觉后悔，不该租着商船，要是再等上2天，乘官船应该就安全些。兄弟们，挂钩！随着一声大喊，带着铁钩的长杆牢牢勾住船舷。你快扶小姐回船舱。魏家的侍卫们抽出刀剑，时刻准备迎战。猛地看见3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，眼睛里立刻闪现贪婪的光，像饿狼见着了肉一般。哎呦，兄弟们，今天还有意外收获呢！活捉的这3个小娘子，带回去快活一番。20几个水匪嬉笑着围上来，春兰声音发颤，仍是挺直身子挡在魏玲珑前面。大胆，你们可知我家小姐是什么人？惹了我家小姐，没有你们好果子吃。水匪们像听到了什么笑话。哎呦，老子管你们是什么人啊！如今落到了老子手里，便是老子的人。弟兄们，上！谁抢到算谁的。凌霜也不多话，软剑一抖，迎上前去。魏家的家丁们也与水匪站在了一处，魏玲珑则一动不动，冷眼旁观。魏家的家丁在杀人如麻的水匪面前简直不够看，不一会儿就伤了过半，躺在船板上哀嚎。眼见着家丁们要抵挡不住，只剩凌霜奋力拼杀。魏玲珑惦记船舱里的祖母，有些忍耐不住。哎呦，我这暴脾气，非逼我动手是吧？春兰扶额，哎呦喂，小姐又装不下去了，要发飙了。魏玲珑在现代本是一名特警，在执行任务时替人挡了刀，灵魂穿到失足落水才3岁的魏家小姐身上。巧的是，也叫魏玲珑。这魏家小姐本是永定侯魏青山的嫡女，自出生就身子羸弱，过了1岁便被送回永州老家，交与老夫人抚养。所以这些年是老夫人抚养魏玲珑长大，祖孙俩也算相依为命。可是老夫人却不知自己的孙女早已换了灵魂。如今魏玲珑穿来已经13年了，她完全接受了现在的身份，成为了地道的大梁人。她已年方16，身子也强健了。魏青山夫妻便想要接她回京，商讨婚姻之事。说起婚事，在魏玲珑刚出生时，魏青山便给她定下了一门娃娃亲，对方是丞相府的公子何玉。据闻这何玉是个不学无术的花心纨绔。
魏玲珑对此不置可否，反正他是打定主意要退了这桩亲事的。即使困难重重，自己的婚事也由不得别人插手，父亲母亲也不行。在他的印象中，父亲母亲只是个称呼罢了，没有特别的感情。魏玲珑不放心留下老夫人一人，便软磨硬泡，说服她随自己一同回京。可谁知刚出发没2天，就遇上了水匪。找死！魏玲珑一声冷斥，脚尖轻抬，从甲板上勾起了一柄短刀。刀拿在手，身上的气势瞬间发生变化。他单手握刀，挽了一个刀花，拉开架势，双眼凌厉。春兰也赶紧捡起了一把，颤颤巍巍地攥着。魏玲珑怕祖母出来，低声吩咐春兰：“你找机会回船舱，拦住祖母，千万不要让她出来。”给我上！水匪们嗷的一声冲上来，凌霜怕伤到魏玲珑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余光却瞟见自家小姐一把刀舞得虎虎生风，一身白衣，裙袂飞扬，动如脱兔，美如天仙。凌霜自小好动，她的功夫是魏玲珑教的。她知道小姐从不在外人面前露底，便焦急喊道：“小姐，不用您动手！”凌霜一声惊呼，一支羽箭正中水匪眉心，水匪应声倒地，船上站满了官兵，而船头站定一人，手持弯弓。他年约24、25岁，玄色锦衣，身姿挺拔如松，面容冷峻，鼻梁挺直，眼眸深邃锐利，自带一股尊贵之气。剩下的水匪知道不好，立马跳水逃命。魏玲珑撒手就扔了短刀，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带上了几分惧意。船到近前，嫌疑人纵身跳上船板。刚才明明见这小丫头生猛得很，出刀很辣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，怎么此刻却像只受惊的兔子，眼睛里带着惊慌。凌霜觉察到这人的眼神，一个跨步挡在了魏玲珑前面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要去哪里？磁性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听着却透着凉意。凌霜小心答道：“我们老爷在京城，我们是去投亲。”魏玲珑闻到了一股似有若无的龙涎香，偷眼看去，正对上他审视的目光，便慌忙垂下了头。他微微俯身行礼，声音娇软：“多谢大人的救命之恩。”那人幽深的眸子落在魏玲珑身上，淡淡道：“举手之劳，我们也要回京，你们可跟在后面。”孙儿见过祖母。老夫人慈爱的点点头，转头对魏玲珑开口：“玲珑，快来见过你2位兄长。”魏玲珑见两人均长相俊美，与3年前相比，一个更加沉稳，一个仍是跳脱。他忙上前一步，微微俯身：“玲珑见过大哥、二哥。”魏明泽不由上下打量这个妹妹。上次见她还是3年前，他和魏明阳去永州看望祖母，当时小丫头还没有长开。如今看来，果然是女大18变，竟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千娇百媚。哎呦，妹妹啊，几年不见都成大姑娘了。哎，就你这样貌啊，二哥劝你以后不要出门了，要不然容易造成拥堵。魏玲珑羞涩的眼唇一笑：“多谢二哥夸奖。”魏明泽瞪他一眼，呵斥他：“就知道胡沁，没个正形。”老夫人开怀大笑：“好啦，你们兄妹有话回府再说。”一行人朝京城而去。此时官船上那悬衣男子伫立在甲板上，微风吹起他的衣角，如劲松挺立。他望着远去的马车，眼眸微动，若有所思。一个劲装男子走过来：“主子，看什么呢？”没什么。
男子心道：我又不瞎。不孝子青山，挟妻王氏，恭迎母亲回府。一众下人呼啦啦跪地相迎。老夫人瞅了一眼低头请安的夫妻俩，淡声开口：起来吧，玲珑，见过你父亲母亲。哼，他们恐怕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子了。魏青山听出母亲话中的怨气，讪讪地直起身。王氏见着如花似玉的女儿，早就红了眼眶，猛地抓住魏玲珑的手。魏玲珑面色平静如水，她不着痕迹地挣脱王氏的手，双手放在身侧，微蹲，行了一个标准的服礼。玲珑给父亲母亲请安。王氏掩面哭泣：我的女儿啊，母亲对不起你。冰燕见过祖母玲珑妹妹。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起：妹妹可算是回来了，姑母经常念叨你呢，这下我也有伴儿了。魏玲珑这才注意到，王氏后面还站着一个少女，大约16、17岁，杨柳细腰，肤白貌美。魏玲珑怎么听她这话都觉得别扭，好像她才是侯府的主人。这是我娘家侄女冰燕，长得真俊。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回祖母，冰燕自小在侯府长大。王冰燕话音刚落，老夫人已然沉下脸，老夫人的眼刀射向魏青山和王氏。好得很。王氏原本是南江县县令之女，表姐好。老夫人一甩袖子，不管其他人，牵住魏玲珑走进侯府。魏青山和王氏对视一眼，无奈地跟在后面。觉察到老夫人的不满，王冰燕委屈极了，眼里涌上泪花，低头揉着帕子。魏明泽和魏明阳拴好马走过来，王冰燕小声喊了一句：大哥。进去吧。然后大踏步走进了侯府大门。魏明阳走到王冰燕跟前：哎，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祖母和妹妹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哎呀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你想多了。走，快去进去吧。侯府院子极大，7拐8绕才到了老夫人的春晖堂，里面早已打扫布置好，使得用的一应俱全。老夫人在正堂坐定，柔声对魏玲珑开口：玲珑啊，你也累了，先去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给玲珑安置在哪院？回母亲，安置在竹香院。竹香院是不是偏了些？我记得梧桐院是最好的。老夫人提出异议。这……王氏神色犹豫，张口结舌，不知道怎么说。王冰燕一听，双眼通红，站起身：我这就去给妹妹腾院子。说罢便跑出去，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老夫人和魏玲珑皆是一愣，随后明白过来。老夫人气得啪啪拍桌子：好啊，既然你们有了比亲生女儿还亲的，何必还招玲珑来？自己亲生女儿15年不闻不问，原来是在府里替别人家养女儿。魏青山和王氏吓得双双跪倒。母亲息怒，当年把玲珑送回永州也是不得已。王氏他思女心切，舅爷就送来了冰燕过来，慰藉思念之情。哼，诈骗！这么思念女儿，为何要将她送走？为何又从未去看过她？家里是有老还是有小，让你脱离不开？看来我们祖孙俩就不该来，平白的受这窝囊气。玲珑，走，咱们回永州，不在这儿碍眼。祖母，就是个住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生这么大气干嘛呀？对，就是个住处。你们是不是都是这么想的？真是一群糊涂蛋！你们可知这永定侯府谁是嫡女？难不成要将嫡女放到角落去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认了那王家女儿为嫡女吧。我们祖孙俩在永州乐得自在，本来就不想回这老狮子侯府。老夫人一顿输出，让魏玲珑神清气爽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有祖母冲锋在前，她
他索性不说话，只管看戏。你这母亲是怎么做的？魏明泽赶紧撩袍跪下。祖母，气大伤身，这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先前妹妹不在府里，便让表妹住进梧桐院。如今妹妹既已回来，就让表妹搬到竹香院。对。魏明阳挠了挠头。哎呦，真的搞不懂，这侯府这么大，住哪儿不一样啊？闭嘴吧你！魏玲珑看没人注意，使劲揉了揉眼睛。他眉头紧锁，眼眶泛红，努力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，怯怯道：不可，既然表姐都住了10几年，我回府就让表姐搬去别的院子，会不会有人说我鸠占鹊巢？老夫人一看孙女委屈巴巴的样子，心中火气更盛。我的乖孙女儿，究竟是谁鸠占鹊巢？一占就占了10几年，咱们祖孙俩就是多余的呀。说罢也抹起了眼泪来。还不快去让冰燕搬出梧桐院！王氏不敢忤逆，赶紧起身去了梧桐院。王冰燕以为做做样子，王氏指定会替他做主，没事人一样坐着饮茶。小姐，夫人那么疼你，肯定不会让你搬走的。姑母最疼我了。话音未落，王氏挑帘进屋，脸色很不好看。王冰燕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起身。姑母，王冰燕5岁就来到侯府，王氏拿她当亲生女儿对待，让她搬出梧桐院的话，真是万难开口。可是她不搬出去，让玲珑住在竹香院，确实不恰当。冰燕，你看，玲珑毕竟是侯府嫡女，姑母这些年都未曾照顾过她一分，你就搬去竹香院吧。啊，好，冰燕不会让姑母为难，我搬。小姐，收拾东西，只收拾衣物和你日常用的就行。竹香院那边什么都不缺。是。王氏对于王冰燕的识大体非常满意，不愧是她从小带到大的，就是通情达理。知道你委屈，以后姑母肯定会补偿你。从今后，你们姐妹俩要好生相处。知道了，姑母。王氏走后，王冰燕立刻变了脸色，眼神阴翳，说什么疼自己。亲生女儿回来，还不是立刻把自己赶出梧桐院？凭什么？小姐在梧桐院住了这么多年，凭什么她回来了，小姐就要搬出去？住口，管好你的嘴。是，小姐。魏玲珑，你一来便抢我的，那就走着瞧。祖母，您说母亲会不会怪我？哼，她是个糊涂的，我可不糊涂。你记住，你是侯府嫡女，这里是你的家，谁敢拿你怎样？要说这侯爷夫妻还真是奇葩，把亲生女儿送走，反倒接了别人家的女儿来养，10几年，难道不会养出错觉？背不住，王冰燕真把自己当成了侯府小姐。看着吧，那王冰燕一瞧就是朵白莲花。王氏走进来，魏玲珑赶紧起身站在一旁，老夫人垂着眼睑不吱声。王氏恭敬道：母亲，媳妇已经让冰燕搬去了竹香院，玲珑这就去梧桐院吧。非是我老婆子多事，你要知道亲疏有别，玲珑才是你身上掉下的肉。孩子们都大了，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你想落个什么名声，取决于你自己。母亲说的是，媳妇糊涂，以后一定谨记母亲教诲。母亲那是为了侯府的名誉着想，泽儿、杨儿也都要一亲。你不光把玲珑送走15年，回来还让堂堂嫡女住的不如一个亲戚，你让旁人怎么想？王氏丝毫不觉自己有错，把玲珑送走不也是为了她的身体好吗？那道士说不送走活不过3岁。唉，好了，玲珑既已回来，
咱们就该好好补偿于他，和丞相府的婚事儿也该跟他提一下，让他心里有个数。何丞相前天又提起玲珑与何玉的婚事儿，我只说回来商议一下。听说那何玉就是个花花公子，家里妾室通房一大堆，玲珑嫁过去岂不受苦啊？都怪你，喝点酒定什么娃娃亲。其实魏青山也后悔，每每回想起来，都是觉着着了那老匹夫的道。魏玲珑起身简单洗了把脸，春兰和凌霜服侍她梳妆打扮。稍寝，王氏身边的钱嬷嬷来请，小姐，请移步到前厅用饭。好，走吧。钱嬷嬷偷眼看去，不禁暗自称赞小姐这长相、穿着、气度，一举一动无不透露出高贵从容，京城贵女圈子里也当数一数二。到正厅，家里其他人都在，除了王冰燕。来到祖母这边坐。等魏玲珑坐定，王氏问身边嬷嬷：大小姐怎么还没来？老夫人立时拉下脸：你何时生的2个女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还居然敢称大小姐，这是哪门子道理？哎呀，母亲莫急，儿子这就吩咐下去，以后称冰燕表小姐。魏明阳暗暗摇头，真是麻烦。王氏低头不语，以往府里都是称呼冰燕小姐，这不玲珑回来了，他想着区分一下，结果又惹老夫人不快。王冰燕姗姗来迟，进门就告罪：嫣然来迟了，不好意思。表小姐快请坐吧，就等您了。一句表小姐让王冰燕差点破防，真亲热。妹妹，你刚回来也不知道习不习惯，你喜欢吃什么口味？有什么忌口的跟我说，我吩咐厨房注意这些。这是宣示主权吗？不劳表姐费心，自己家里没什么不习惯的。我喜欢吃什么，自会叫丫鬟去告知后厨。是啊，自己家想吃什么就吩咐厨房做。就是用罢晚饭，一家人聚在春晖堂。自家这水灵灵的白菜真要便宜了那浪荡子。你如今已满16，婚事儿也该提上日程了。前几天何丞相还跟为父提起，说要商量一下纳采事宜。就这么着急吗？父亲，自古长幼有序，2位哥哥还没有成亲，女儿不急。哎呀，你不要和你哥哥们比，男儿志在四方，晚一些无妨。可女儿家及笄后都要出嫁的，晚了会遭人非议呀。女儿刚回侯府，父亲就这么着急把女儿嫁出去吗？父亲就这么不待见女儿吗？这……魏青山一时语塞，他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你误会了，父亲母亲也舍不得你出嫁呀。可妹妹，丞相府可是勋贵世家，何玉的姐姐是贵妃娘娘，一般人可是高攀不上的呢。既然表姐觉得好，不如表姐嫁给他可好？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魏明泽站起来行礼：父亲，那何玉不是良配，妹妹嫁给他就毁了。就是啊，那何玉比我还纨绔呢，家里侍妾成群的，还强男霸女呢。祖母，我是父亲的亲生女儿吗？父亲怎么会这么对我？祖母，咱们回永州吧，我不要嫁给这样的人。不哭不哭，乖孙女儿，有祖母在，就不会委屈了你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，这是想把亲闺女往火坑里推。这母亲息怒，当时儿子喝醉酒，不知怎么的就应了此事了。儿子也不冤，可这定亲信物都交换了，也不能无故悔婚，背信弃义啊。哼，侯府嫡女又怎么样？还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不想嫁也得嫁。满京城谁不知道丞相府公子不是良人？哼，看你怎么办。我不管，反正我的玲珑不能嫁给一个品行不端之人。你们若执意如此，等我老婆子死了再说。我们明天就回永州。月上中天，坐落在皇城脚下的楚王府，偌大的府邸里，华灯错落点亮。书房里静悄悄的，贴身侍卫颖儿站在门外一动不动。萧承宇是当今皇帝异母同胞的弟弟，2人相差15岁。自太后薨逝后，皇帝更是将他当成儿子来宠。而萧承宇文韬武略，能征善战，手握重兵，为皇帝立下赫赫战功。但因着冷面寡情，也为世人所忌惮。楚王不近女色，不是身体有疾，就是断袖。门外，颖儿看了一眼贱兮兮跑过来的颖一，没说话。吱呀的一声，颖一推门进到书房，神秘兮兮的凑到萧承宇近前：主子，属下打听到了，
您想不想听？萧成宇疑惑地抬头看他，就是船上那位小姐呀。你很闲，不会察言观色的属下不是好属下。主子明明对那位小姐感兴趣，还不承认。萧成宇等了半天也没听到影一说话，遂又抬起头看着他。影一被看得发毛。主子这么看着属下做什么？还不快说！影一这才醒悟。主子也真是想听就直说想听呗，还装得紧。属下打听到了，那小姐是永定侯的嫡女，叫魏玲珑，自小在永州长大。可是什么？她跟丞相家那个纨绔有娃娃亲，此次回来，永定侯是想让他们完婚的。何玉？是，不过主子，魏小姐好像不同意这门婚事，还哭了一场，闹着要回永州呢。下去吧。本王让你下去。属下告退。影一嗖一下窜了出去。影儿无奈地摇头。萧长宇是再也看不下公文了。魏玲珑灵动的大眼睛，还有他挥刀的身影，如走马灯一样在眼前晃。魏玲珑是你自己闯进来的，后果自负，休怪本王。看来本王以后要多多关注一下这位何大公子，谁让他不长眼呢？本王的女人谁也不能动。哼！这天春风和煦，阳光明媚。王氏看女儿对自己不甚亲近，想要拉近距离，便来了梧桐院，见面就道：女儿啊，你来京城好几天，还没出去逛过呢。今天天气不错，让你表姐陪你出去玩玩。说着还塞给了他一张100两银票。那想买什么尽管买。谢谢母亲。于是魏玲珑和王冰燕坐马车出了永定侯府。妹妹，京城可比江南热闹多了，一会儿你看见什么可别大惊小怪，失了贵女风度啊。王冰燕在心中嗤笑，小地方来的，见过什么大世面，丢人了可怪不得别人。魏玲珑只是微微一笑，没说话。她不屑于这样的人争什么长短。京城确实比江南繁华，街道两旁商铺林立，各种招牌林林总总，让人目不暇接。珍宝阁，这珍宝阁啊，是京城最大的首饰铺子，妹妹好好的挑几件。哎呀，几位姑娘里边请，不知道想买什么首饰啊？我妹妹刚从南边回来，你给介绍介绍，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掌柜的去忙吧，我们自己看看。掌柜答应一声，退后几步，不再打扰。珍宝阁不愧称为京城最大，各种首饰看得人眼花缭乱。魏玲珑给春兰买了一只雕刻蝴蝶的银簪，给林霜买了一只如意梅花银簪。两个丫头乐的拿起簪子就插到头上。谢谢小姐。谢谢小姐。小姐，您不买一件吗？我又不缺。两人想想也是，小姐首饰匣子里什么好东西没有啊？彩霞眼巴巴地看着，羡慕得紧。可再看王冰燕，假装在一旁看首饰，头都未抬。王冰燕暗恨，装什么大方，分明就是故意的，打肿脸充胖子罢了。给老夫人挑了一只符文金簪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收了王氏的银子，总不能不懂事儿吧？于是给王氏也挑了一只缠枝牡丹嵌珍珠发簪。掌柜的，算算多少银子？掌柜笑容可掬的上前。我看看啊，总共是56两零100文。这姑娘头一次来，零头就不要了。那就多谢掌柜了。看着魏玲珑花钱不眨眼，王冰燕有些迷糊。每月姑母给自己的月钱不过15两，魏玲珑一会儿功夫就花了自己近半年的月钱。更可气的是，连丫鬟的都有，独独不给她这个表姐买。魏玲珑还问呢，表姐不挑一件？这些啊，我都看不上。表姐眼光真高。表姐，咱们回去吧。王冰燕只得心有不甘，跟在后面出了珍宝阁。刚出珍宝阁，前面一阵骚乱，人群纷纷避让。还没等魏玲珑搞清楚状况，几个锦衣华服的男子就到了近前，和魏玲珑来了个面对面。魏玲珑一怔，赶紧闪身避让。春兰和凌霜双双挡在了小姐前面。咦，
这是谁家姑娘呀？怎么没见过？爷还没见过如此貌若天仙的女子。说话之人面如冠玉，眼角眉梢尽显风流。他手拿一把折扇，时不时摇晃几下，一看就是沉溺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。走在后面的王冰燕一看来人，赶紧躲到了人群后。他嘴角不由上扬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魏玲珑低头没有看他，微微俯身：“公子请让开。”那人哈哈大笑，拿折扇就去挑魏玲珑的下巴。凌霜上前一把薅住他的领子，一个过肩摔把人扔在了地上。那人一口气差点没上来，摔得灰头土脸，狼狈至极。另外几个纨绔笑着起哄：“哎呦，何大公子啊，疼不疼啊？”你也有搞不定的时候啊。他身后的下人赶紧上去七手八脚扶起他。“大公子，你没事吧？都给爷闪开！”爷就喜欢烈的，知道爷是谁吗？啊，小美人儿，你是哪家的呀？爷纳你做个妾，保管你吃香喝辣，穿金戴银。百姓们都躲得远远的，不住摇头叹息。哎，这个姑娘要倒霉了。凌霜，小姐，奴婢在。给我打，打到他娘都不认识他。是。正在双方要动手之时，不知何时过来了一辆马车，停在了不远处。马车用檀木打造，奢华无比，连车帘都用金丝银线勾勒着麒麟图案。怎么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还有人强抢民女不成？声音低沉浑厚，却透着威严，让人遍体生寒。这声音好似在哪儿听过。众人循声望去，看清马车后，立刻跪地高呼“楚王千岁”。那纨绔也赶紧屁颠屁颠过去行礼。何玉见过楚王殿下。何玉？魏玲珑听到这名字一愣，没想到这纨绔竟然就是何玉，真是名不虚传。何玉若是知道调戏之人是与他有婚约之人，不知该作何解释。那边何玉还正在弓着身子，只听得马车里回了一个字：“滚！”何玉一怔，没想到楚王这么不给面子，他心中恼恨却又不敢发作，只得悻悻带人离开。“你给我等着！”哼！多谢楚王殿下。马车里不见动静，魏玲珑拔高声音：“多谢楚王殿下。”不必。说完，马车缓缓离开。魏玲珑望着马车发呆，为什么心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奇怪，王冰燕没有看成好戏，领着丫鬟疾步过来，她语带关切：“耀妹妹，发生了何事？”“哼，明明就在人群后躲着，此时过来假装关心，热闹没看成，是不是很失望？”“没事。”说罢，带着2个丫鬟去寻侯府马车。生气什么啊？等嫁给了何玉，有你的苦果子吃。到侯府后，王冰燕直接回了竹香院，她可不去当那个陪衬。春晖堂里，王氏也在。见过祖母、母亲，玩得如何？买什么好东西了？京城果真比永州热闹。孙女儿给祖母挑了一只簪子。春兰捧上精致的盒子，老夫人心里高兴，嘴上却嗔怪：“给我买什么？我都这把年纪了。”祖母才不老，戴上好看着呢。魏玲珑亲手给老夫人插在发髻上。哎呦，还是小姐眼光好啊！瞧瞧，这老夫人戴上这簪子啊，都年轻了好几岁呢。哼，就你会说话。王氏在一旁陪着笑，笑容中却透露出落寞。在女儿眼中，便只有祖母。她这个母亲10几年里，终究是缺席了太多。魏玲珑瞥见了王氏情绪低落，遂取出了那只缠枝牡丹嵌珍珠发簪，捧到王氏面前：“女儿替母亲戴上可好？”“好。”老夫人看着母女2人，心中甚慰。俗话说家和万事兴，一家人就该和和睦睦的。玲珑眼光真是不错，这枚簪子跟你正配。你有这份心，母亲便知足了。两相比较，王氏不免对王冰燕生出些许失望。自己10几年费心养她，如今想想，竟从未收到过她任何礼物。
难道真是驴肉贴不到马骨上？这时，魏玲珑说起被何玉调戏之事。什么？看看侯爷给玲珑定的这是什么人，简直是泼皮无赖，厚颜无耻！母亲，这可怎么好？玲珑可不能嫁这样的人呢。这时，吧嗒一声，门帘一挑，魏明阳鼻青脸肿的进来，吓了所有人一跳。阳儿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去揍那何玉一顿。二哥，你怎么？玲珑，有二哥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原来魏明阳的小厮正巧撞见了街上之事，跑去告诉了魏明阳，竟敢欺负自己妹妹，不管37、21，少到何玉就打了起来。可惜那边人多，自己也挨了几拳。此时何玉才知道自己调戏的人是谁，二哥能为自己去打架，魏玲珑有些感动。据他观察，二哥虽然一天不务正业，却不至于像何玉那般坏，心性还是纯良的。二哥，谢谢你。哎呦，你轻点儿。你谢什么呀？你是我妹妹。晚饭时，魏青山和魏明泽也都知道了。魏明泽面带愠色，父亲，依儿子看，还是退了这桩亲事吧。管旁人如何说，万不能把玲珑推入火坑啊！好，我明天就去找何丞相退亲。谁知没等他去，第二天何丞相就亲自押着何玉上了门。何丞相在家先抽了何玉2鞭子，这个不让人省心的。家里一院子莺莺燕燕还不够吗？调戏谁不行，偏偏调戏魏玲珑，还让楚王碰上。何玉也后悔见过了魏玲珑，后院那些事情都黯然失色，让人提不起兴趣。父亲，儿子不知道她是魏家小姐，要不然能那样吗？伯父大人，都是小侄的错，小侄认打认罚，以后绝不再犯。丞相大人，何大公子不必如此，我家女儿配不上大公子，她无德无能，管不了大公子后院之事，撑不起丞相府的内宅。咱两家所谓的娃娃亲，以后休要再提。当初也怪我醉酒不知所云，不作数的。侯爷，这婚姻大事岂是儿戏呀？咱们可是交换过信物的，你说不作数就不作数了。咱两家又没有3媒6聘，酒后玩笑当不得真，请何丞相归还信物。哼，那咱们就请圣上评评理。哈，评理就评理，你家有错在先，我怕你不成？来人，送客。何丞相带着何玉怒气冲冲地走了。魏玲珑听着春兰的小报告，心想这个爹啊还不算糊涂，只要有家里人撑腰，想要退亲那就容易多了。锦华宫，何贵妃斜倚在贵妃榻上，她保养得宜，看起来也就30来岁，面若桃花，眉眼精致。她极善拿捏人心，所以这么多年盛宠不衰。娘娘，丞相大人求见。自家父亲来了。何贵妃忙端正坐好，快请进来。臣见过贵妃娘娘。父亲快请坐。待何丞相坐定，何贵妃开口：父亲来见本宫是有何事？何丞相左右看了2眼，何贵妃会意，这里不用伺候了，都下去吧。何贵妃屏退宫人，数留了陪嫁的奶嬷嬷无事。父亲您说吧。还不是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，在街上把人家永定侯的嫡女魏玲珑给调戏了。永定侯这不是闹着退婚的吗？自己这个弟弟仗着家里的事做下了不少荒唐事儿，败坏了不少丞相府和自己的名声。父亲你也该好好管教一下玉儿，这样下去丞相府早晚名誉扫地，以后还怎么敢放心把家业交给他？臣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可是不管用啊。那父亲找本宫何事？娘娘，臣想着若是与永定侯府结亲，日后必定是晋王殿下的助力，这亲万万不能退啊。不如娘娘求皇上下旨赐婚，那永定侯还敢抗旨不成？是啊，永定侯当年也是战功显赫，虽现在不再领兵，但人脉关系也不容小觑。若能成为姻亲，就成了一条神上的蚂蚱，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不帮，多一层保障，总比多一个绊脚石要好。好，那我给皇上吹吹风。不过，我倒是想要先见见那个魏小姐，别到时候不好拿捏，误了大事。
何丞相走后，何贵妃琢磨着找个什么理由见见魏玲珑。娘娘，御花园的梨花、杏花、玉兰花还有碧桃都开了，您何不办个赏花宴，请各家小姐们都来，也省得单请魏小姐有些突兀。妙啊，这主意不错，也正好给靖王相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正妃人选。翌日，凤仪宫，皇后身着紫色锦缎长服，没带任何配饰，却难掩雍容华贵的气质。皇后和何贵妃虽然维持表面的和平，但底下暗潮汹涌。锦华宫的又想出什么幺蛾子？我听说昨日何丞相去了锦华宫，另外宫外传来消息，何大公子当街调戏了新入京的魏小姐，永定侯闹着要退掉娃娃亲呢。哦，莫不是与此事有关？何丞相那个老狐狸是想把永定侯拉到晋王的船上吧？哼，本宫偏不能让他如愿。4月初1，艳阳高照，微风撩拨着柳絮，飘飘洒洒。王冰燕早早就装扮好，坐在马车里，只等魏玲珑。她穿一件桃红色长裙，搭配粉色绣桃枝的腰封，脸上敷了一层薄粉，描眉画鬓，涂着鲜艳的口脂，头上梳着飞仙髻，插满珠翠。魏玲珑掀开车帘，哟呵，她不由后撤一步。妈呀，明明是28俏佳人，偏生弄得老10岁。王冰燕却洋洋自得，看到一身淡雅的魏玲珑，不由撇嘴。妹妹，今日可是去宫里，你怎么不好生打扮一番啊？可别丢了侯府的脸面。就打扮得跟你似的，好像戏台上的花旦，什么都往身上招呼。我觉得挺好。哼，到时候丢人别怪没提醒过你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两人一路无话，马车到了宫门口。此时宫门前热闹非常，各家的小姐们都结伴到了。王冰燕下车就看到了礼部侍郎家的庶女方青莲和她的嫡姐方青兰。青莲，你来啦！王冰燕把魏玲珑扔在了一旁，自顾自去找了方青莲，两人十分热络，边聊边往宫里去，气得春兰和凌霜直跺脚。小姐没来过宫里啊，表小姐是故意的吧？魏玲珑又看向同样被抛在一旁的女子，见她生得娴静端庄，体态婀娜，好似弱柳扶风，惹人怜爱。两人带着各自的丫鬟到了御花园，那些千金贵女基本都到了，坐在右边。魏玲珑是头一次露面，陌生得很，引得众人偷看，窃窃私语。方青莲也才注意到，低声问王冰燕：“那人是谁？”“她呀，她就是我姑母的女儿魏玲珑。”“你说什么？她就是与玉哥哥有娃娃亲的侯府嫡女？不过她闹着要退亲呢。”“哼，算她识相。”这时花园里来了一群公子，被引到了左边落座。方青莲伸长脖子寻找何玉的身影，正巧何玉也眯眼望过来，不过他看的是魏玲珑。自那天在街上见过一面，便对他念念不忘。何玉在人群中找到了那抹倩影，急忙不顾男女大防走过来。方青莲以为何玉来找自己，娇羞地垂下头，谁料何玉径直越过他，走到了魏玲珑跟前。玲珑妹妹，上次是我错了，你大人大量，就原谅我呗啊！说罢双手一揖，态度虔诚。此刻公子小姐们都好奇望向这边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何大公子从来都是鼻孔看人，还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谄媚。你我素昧平生，谈不上原谅，而且有仇有怨，我当场就报了。是，多谢玲珑妹妹手下留情。他在旁边杵着，魏玲珑烦得很。他对方青兰道：“兰姐姐，这里闷得很，我们去那边走走。”方青兰善解人意应了声：“嗯，好。”两人带着丫鬟起身离开。何玉碰了一鼻子灰，悻悻的。方青莲迈着脚步过来，柔声唤他：“玉哥哥。”何玉正有气没地方撒，白他一眼，甩袖子走了，留下方青莲呆立原地，眼眶泛红。沿着小路，魏玲珑和方青兰到了湖边，
杨柳依依，湖中还游着几只鸳鸯，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。两人投缘，相谈甚欢。魏玲珑了解到方青兰是家中嫡女，她还有个弟弟，年纪尚小，但礼部侍郎方弘礼宠妾灭妻，管家权在方青莲的姨娘手中。平日里，方青兰母女没少受气。她不过是仗着你父亲撑腰，耍些小手段。要是皇上知道方大人宠妾灭妻，势必会影响到仕途，想必方大人会想明白的。方青兰若有所思，良久，她猛然醒悟，眼中燃起希望。多谢妹妹点拨。忽然，林霜小声提醒：“小姐，有人来了。”二人转头看去，沿着湖边走来一人，他头戴金冠，身穿蓝色锦袍，胸前袖口绣着龙纹，腰束金色玉带，腰间垂挂着一枚玉佩。见他面容白皙，鼻梁高挺，眉眼细长，嘴角噙着笑意，给人温润谦和之感。方青兰低声惊呼：“是晋王！”剑王萧文远也看到了他们。他认识方青兰，但他身边的女子却并不识得。他赶紧急走两步，到了近前。方青兰拉着魏玲珑俯身行礼：“臣女见过晋王殿下。”不必多礼，恕本王眼拙。不知这位小姐是？臣女永定侯嫡女魏玲珑。哦，原来是魏侯爷养在江南的千金，真是令本王惊艳呐。晋王双眼在魏玲珑身上游移，令魏玲珑如芒在背。他想起韩慕云的警告：“哟，二皇兄也在呀！”一阵环佩叮当，几个宫女簇拥着一个15、16岁、穿淡紫色宫装的少女走来。她杏眼桃腮，张扬明媚。晋王暗暗骂道：“没眼色的东西！”面上却仍然挂着浅笑。乐安怎么没去陪母后？母后有皇嫂陪着，我出来走走，不想遇到了二皇兄。魏玲珑长舒一口气：“臣女见过公主殿下。”魏玲珑也随着见礼。乐安公主萧静怡是皇后所出，太子胞妹。本宫好像没见过这位小姐。魏玲珑赶紧回道：“臣女永定侯府魏玲珑，第一次进宫。”啊，怪不得。赏花会快开始了，你们在这儿做什么？随本宫走吧。魏玲珑和方青兰赶紧应是：“二皇兄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”说罢，乐安公主带着二人扬长而去。晋王斜挑嘴角，紧紧盯着魏玲珑的背影。这小女子甚合胃口。此时没人注意到假山顶上凉亭之下，有一人悬衣玉带，负手而立，目光炯炯望着这边。等三人回到了会场时，已经坐满了人。看到乐安公主的到来，贵女们纷纷起身见礼。乐安公主目不斜视，只微微颔首。按规矩，乐安公主应该在前面落座。魏玲珑和方青兰停住脚步，寻找自己的座位。谁料乐安公主回头唤道：“愣着做什么？你们两个过来坐。”魏玲珑和方青兰对视一眼，有点意外，又不敢违抗公主意志，只得快步跟上。一众贵女羡慕得恨不得自己挤上去。王冰燕紧咬嘴唇，眼里嫉妒地泛起泪花。魏玲珑第一次进宫就搭讪了公主，凭什么？方青莲同样生气。嫡姐平时不言不语的，没想到竟攀上公主这个高枝，看回去不让姨娘收拾她。方青兰觉察到方青莲的神情，不免心中忐忑，回去又要受搓磨了。魏玲珑看出了她的担心，硬气些，能跟公主交好，侍郎大人当求之不得。方青兰眼一亮，好像让人拨开了迷雾，顿时明白了过来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乐安公主看两人咬耳朵，不高兴了，她撅起嘴：“喂，亏得我给你俩解围，你俩怎的说话也不带我？”方青兰吓了一跳，以为公主生气了，不知所措起来。魏玲珑却甜甜一笑：“好好好，是我俩的不对，这就陪公主说话。”嘿，我也跟你咬耳朵。她凑到魏玲珑耳边：“你跟我皇叔什么关系啊？方才是他让我过去的。”
魏玲珑懵了，皇叔还跟我有关系？他有什么帮我？他傻傻的看着公主，不知怎么作答。我皇叔就是楚王啊。楚王？哦，那不就是街上教训何玉之人吗？可能是他碰巧遇上的吧。皇后娘娘到，贵妃娘娘到，太子妃娘娘到。太监一声尖利的唱和，场上所有人全都跪地请安。棉黄色华丽的衣角自眼前缓缓划过，魏玲珑心想，这可能是大梁最尊贵的3个女人了吧。平身。谢娘娘。众人起身重新落座。魏玲珑偷偷看向上面，中间坐着的应该是皇后娘娘，左边应该是何贵妃，右边就是太子妃了，年约18、19岁，也是国色天姿。这次赏花会是何贵妃操持的，皇后不想抢她的风头，示意何贵妃发言。何贵妃轻咳一声，今日春光灿烂，本宫操办赏花会，意在请各位小姐共赏繁花，添些雅趣。不如大家琴棋书画各展风采，胜出者有奖。原本宫只请的各家小姐，你们这些公子哥们喜欢凑热闹的话，就当个评判吧。左边坐的公子们齐声喊好。皇后撸下手上的紫檀念珠，放到托盘里。这个就当做彩头吧。太子妃莞尔一笑，那儿臣也得添点了。说罢，从头上拔下了一支金钗。赏花会本就是何贵妃发起，皇后和太子妃都添了彩头，她自然不能落下。那本宫就添上一枚镯子。何贵妃话落，众闺女们跃跃欲试，谁不想得个好才名呢？况且赢了，还有贵人的奖赏。本王也来做个评判。晋王迈着4方步走来，见过母后、母妃、皇嫂。皇后温和的笑笑，既如此，就请晋王入座吧。晋王大大方方坐到魏玲珑对面，还冲他微微点下头。魏玲珑赶紧收回视线，晋王的眼神让他不舒服。谁先来？何贵妃问道。王冰燕虽然立马就想上场，但她不能抢这个风头。臣女先来。一个身材娇小的小姐首先上场。户部尚书之女孙悦献上一段舞蹈。孙悦轻舒水袖，慢扭腰肢，裙摆飞扬旋转，似一朵盛开的花，又似一只蝴蝶于花间飞舞。随着乐声渐弱，舞蹈结束，有了孙悦抛砖引玉，方青莲弹了一首梅花曲，指法不算娴熟，中间还弹错了几个音，最后乃然地回到了座位。民女王冰燕想表演书法。哦，你是谁家小姐？民女的姑母是永定侯夫人。哦，永定侯府嫡女可来了。魏玲珑正事不关己看表演，突然被点名，怔了一下，忙起身行礼。臣女魏玲珑，请贵妃娘娘安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她身上，看得魏玲珑好生不自在。何贵妃上下打量，暗想，果然长得勾人，配自己那个纨绔弟弟倒是可惜了。皇后也在仔细端详，心中赞叹，纵使看遍了后宫绝色，这魏家小姐也能拔得头筹。皇上驾到，楚王殿下到，太子殿下到。这下连贵妃都跪下了。魏玲珑听到楚王2字，身子一震，随后一阵龙涎香气自身边飘过，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：都起来吧。皇帝看着魏玲珑，你就是魏侯爷的嫡女？回陛下，正是。该谁表演了？魏玲珑慢慢退回座位。王冰燕没想到皇帝回来，更加紧张。该民女表演了。开始吧。王冰燕走到桌案前，铺上宣纸，深吸一口气，提笔开始写。魏玲珑偷偷望向高台，她想要知道楚王是哪个，岂料视线正对上一双深潭般的眼眸，似笑非笑。
魏玲珑愕然，差点叫出声来。他不是船上那人吗？他竟是楚王！在街上，楚王肯定是认出我的。算起来，楚王已经3次对我伸出援手。魏玲珑自诩沉着冷静，此刻也不禁乱了心绪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面对他，心脏都会乱跳，砰砰的。萧成宇见小丫头又像兔子一样慌乱，嘴角不由上扬。哼，我出丑，你也别想好过。王边燕朝上施了一礼。迷你表妹魏玲珑自小在江南长大，定然掌握很多才艺，不如请她为大家表演一个。这是想害我出丑啊！哼，真是小瞧了他。皇帝却来了兴趣。魏家小姐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本来魏玲珑只想着顺顺利利进宫，平平安安回家，奈何天不随人愿。不过魏玲珑也不怕，她来大梁10几年，老夫人对她是按照世家贵女的要求来培养，琴棋书画自然都精通。哼，有好戏看喽！萧成宇不由坐直身子，晋王更是不可置信，越发对魏玲珑感兴趣。有刀光剑影，有侠骨柔情。萧成宇拔下了旁边护卫的长剑，跃入场中。楚王舞剑，在场所有人俱是惊掉下巴。这还是他们认识的楚王吗？他可是对任何女子正眼都不瞧的。萧成宇剑花轻点，剑随身转，宛若游龙。萧成宇执剑收势，但余音仍在御花园上空回荡。在场所有人好像被施了魔法，张着嘴一动不动。良久，回过味儿来的人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魏玲珑没想到楚王会下场舞剑，多谢楚王殿下。他微微点点头，回到座位。好，楚王与魏小姐配合默契，好极了。太子意味深长，看了一眼自家皇叔，有意思。大家评判一下吧，赏花会谁是第一？答案很明显，当然是魏玲珑。就连王边燕和方青莲都无话可说。王边燕后悔自己多嘴，让魏玲珑露了脸，更显得自己无用。晋王对魏玲珑更是起了心思，看惯了温柔小意、乖顺妩媚，已是觉得无趣。像魏玲珑这样多变的女子，反倒勾起了他的征服欲。而何玉更是不想放手，说什么也不能退亲。魏小姐果真有乃父武将之风。本宫宣布，此次赏花会魏玲珑第一，这些赏赐都是你的了。魏玲珑忙行礼谢过。何贵妃转身看向皇帝。陛下，妾的弟弟何玉与魏小姐从小定下娃娃亲，今日不如陛下锦上添花，赐他们一道圣旨吧。不可，不可！何贵妃错愕看着站起来的晋王，皇帝、皇后和太子则看向楚王。魏玲珑更懵，我还没说不，这俩人是咋回事？而在座众人皆是一副吃瓜群众看好戏的表情。你俩说说，为何不可呀？臣弟听闻永定侯有意退了这门亲事，皇兄还是不要横插一杠子，落得埋怨。哦。皇帝又问晋王，你又为何说不可呢？父皇，正如皇叔所言，人家的私事儿，父皇就不要插手了。我信你们个鬼！陛下，自古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谁也不能出尔反尔啊。何公子，当初是我父亲喝醉酒才口头应下，又没有3媒6聘，又没有交换庚帖，不作数。这何玉答不上来啊！丞相府可以让官媒上门。不必，这门亲事臣女不愿。真是不知好歹。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，双方已经交换信物，一方无故毁约是要被杖责的。魏玲珑一句不让，臣女就要自己做主，不是臣女自己中意的，无宁死。你大胆！气得何贵妃花枝乱颤，晋王心里着急。
哎呀，母妃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没看出自己儿子对魏小姐有意思吗？母妃，小舅舅的事儿，您还是少管啊，少管。何贵妃看着儿子拼命给自己使眼色，压了压火气，不再说话。一直看热闹的太子轻声道：父皇，儿臣倒是挺欣赏魏小姐刚直的性格，一生对着一个不喜欢的人确实是一种煎熬，不如父皇给魏小姐一个恩典，准许她自己挑选夫婿，也省得魏小姐果真做出傻事啊。太子所言极是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万不能成就一对怨偶。皇帝眼神扫过这几人，看来是各怀心思啊。哈哈，哎呀，这事儿啊，朕还是不管的好。丞相和永定侯都没在场，朕不能私自就下旨，到时候朕里外不落好，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陛下圣明。反正只要不下赐婚圣旨，侯府和丞相府不联姻，皇后就高兴。底下坐着的各家公子们都看出了门道，晋王和楚王都对魏小姐动了心。表姐满意了吗？还没祝贺妹妹得了这么多赏赐，表姐知道的太少了，刀我也使的。妹妹说笑了，是不是说笑？表姐会知道的。魏玲珑开始闭目养神，不再理他。等回到侯府，王冰燕心虚的直接回了竹香院。魏玲珑抱着赏赐进了春晖堂，他知道祖母肯定不放心。祖母，我回来啦！老夫人正和王氏说话，听到声音忙坐直身子。哎呦，我那乖孙女回来了，见过祖母母亲。魏玲珑像小孩一样把赏赐放到了老夫人面前。这是孙女儿得的赏赐，没想到玲珑这般厉害呢。小姐要不是这么厉害，今天就出丑了。林霜狠狠点头。怎么回事？本来小姐做得好好的，表小姐跟皇上说，小姐自小在江南长大，定然会的不少，非要让小姐上去表演。您们说，要是小姐表现得不好，那岂不是丢了脸面？那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还有，小姐头一次进宫，表小姐不说带着小姐，到了宫门口就把小姐给抛下了，自己去找别人了。春兰噼里啪啦一通告状，她当真如此？这表姐或许也是好意，母亲不要怪她。王氏豁然起身，挑帘就走出去。竹香院，王冰燕此时有些后悔，不该一时冲动。正在忐忑之时，王氏风风火火闯进来。姑母，王氏抬了抬手，终是没舍得打过去。我且问你，今日为何在皇上面前说那些话？姑母是在怪冰燕吗？冰燕只是想让妹妹博个好名声啊。那你问过玲珑会什么吗？我猜想表妹定是会的。你猜想？要是玲珑不会呢？这王氏痛心疾首。冰燕啊冰燕，姑母拿你当女儿养大，我说过让你跟玲珑好好相处，可你呢，竟动着不该有的心思。她是侯府的女儿，她丢了脸面，就是侯府丢了脸面。皇上面前你都敢耍花枪，你这么做，别人会怎么看你？谁也不是傻子。一番话说得王冰燕脸色苍白，她扑通跪地，声音哽咽：姑母，是冰燕没想那么多，冰燕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好啦，起来吧，这次就不罚你，不要再有下次了。冰燕知道错了，绝对不会再有下次。王氏叹了口气：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等姑母给你挑过好人家，姑母也就放心了。王氏走后，好人家，什么样的好人家？如今侯府嫡女回来了，自己只是个表姑娘，看在侯府的面子上，大不了也就是嫁个小官小吏之家，或者商户之家。凭我的容貌，靖王要是看到我，肯定能吸引住他。今天的赏花会人太多了，没能让靖王注意到自己。王冰燕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找机会让靖王喜欢上我。吃完晚饭，魏青山把魏玲珑和魏明泽叫去了书房。魏青山问起了赏花会上的事，魏玲珑一五一十告诉了父子俩。魏青山捶了一下大腿：哎呀，看来何丞相那老小子是想让贵妃给皇上吹枕头风，拿赐婚圣旨来压咱们。哎，皇上没有下旨，想必是不想看到两府联姻。父亲得想办法要回信物。哎呀，他势必不会痛快归还的。魏
魏玲珑见父子俩都犯了愁，父亲大哥，不用着急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会有办法的。玲珑啊，哎呀，都怪父亲贪杯上了套了。你放心，你不愿意的话，父亲也绝不同意。妹妹，有大哥在呢，不就是个信物吗？咱们不嫁，他还能上门抢亲不成？哼，他敢！老子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。世子，表小姐睡了吗？还没睡下，奴婢这就去通报。彩霞桥跑着进屋，小姐，小姐，世子来了！啊，快请大哥进来。王冰燕赶紧施了一礼。大哥快请坐，晚上前来有事吗？冰阳，你5岁就来到了侯府，尤其是母亲把你当成亲生女儿对待。我知道你总是有些小心思，但我都不与你计较。可是玲珑是我的亲妹妹，如今她回府就是我侯府真正的大小姐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对她生出坏心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王冰燕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魏明泽说完抬脚就走，走到门口又停住了。以后你还是叫我表哥吧。说完大步离开。王冰燕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，双眼无神，似被抽走了浑身力气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别吓奴婢啊！王冰燕从小就知道魏明泽不喜欢自己，无论自己怎么卖乖，怎么献殷勤都没用。他对他总是淡淡的，冷冷的。他以为魏明泽就是这样的冷淡性子。他原还想着嫁给魏明泽，当个侯府的世子夫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王冰燕狠狠地攥紧了拳头，眼泪终是大颗大颗地落下来。魏玲珑全然不知，魏明泽为他去警告王冰燕。2个丫鬟伺候他洗完澡从浴房出来，忽然魏玲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。他吸吸鼻子，龙涎香？难道？他不动声色。你们都去休息吧，不用值夜。2个丫鬟知道魏玲珑的习惯，不喜欢睡觉时旁边有人，便各自应了一声退出去。等确认四周没人，魏玲珑4平8稳坐于桌旁。楚王殿下，出来吧。一息后，萧承宇仿佛凭空出现，旁若无人地坐下，为自己斟了一盏茶。魏小姐怎知是本王？不知楚王殿下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本王就是好奇，当日魏小姐在船上分明是会武功的，为何要隐瞒？还有，怎会唢呐这样的乐器？王爷真是少见多怪，我会些拳脚只是为了防身。再说了，女子为何就不能吹唢呐？是吗？萧承宇站起身，一步步逼近魏玲珑。魏玲珑不由绷直身子，眼里有些慌乱。说话就说话，可别动手啊！萧承宇垂头直视他的眼睛，俊脸慢慢靠近。魏玲珑禁不住心跳加速。王爷请自重。哼，本王没做什么呀。你很怕本王？魏玲珑一把推开他，故作镇定。臣女怕你做甚？可本王每次见你，都觉得你不敢看本王的眼睛。自古男女有别，臣女谨遵圣贤教诲。萧承宇看着小丫头嘴硬，心中好笑，转身坐回椅子。魏小姐觉得晋王如何？这话题变化有点快呀。臣女只是白天见了晋王一面，怎知他如何？那初次印象如何？还问起来没完了？要听实话吗？不如何。臣女觉得他道貌岸然。初次见面就下此定论？直觉。那魏小姐直觉本王如何？这该怎么回答？想起他3次对自己有所帮助。说句好听的，总没错吧？王爷心地善良，是个好人。这是本王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魏小姐，本王建议你不要相信任何人。本王不是什么好人。什么人呢？说你是好人还不爱听。那以后臣女就唤王爷坏蛋。哈？
萧成宇竟被这大胆的话逗乐，大笑出声。魏玲珑吓得赶紧去捂住他的嘴，真是个活祖宗啊！这大半夜的，闺房里传出男人的笑声，自己还要不要见人了？本王来只是提醒一下魏小姐，小心晋王。他看上的女子，没有人能逃得了。并不是所有的女子都任人宰割。萧成宇的脸上泛起笑意，他想说他会护她周全，可嘴唇动了动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你真的不愿嫁给何月？不愿。需不需要本王帮忙？王爷很闲。话出口又觉不妥，赶紧补救。那个，王爷，臣女不是那个意思，臣女怎敢劳动王爷大驾？萧成宇看着不知好歹的小丫头，自己这大半夜的偷偷摸摸跑来，人家居然说自己很闲。王爷，孤男寡女夜处一室，让人知道臣女名节不保，您还是请回吧。萧成宇随即起身，整了整衣袖。好，本王告辞。他又走进魏玲珑，伸手轻轻抚了一下她的秀发，柔声道：你乖乖的，有事就去楚王府找本王。这个你拿着。随后一个冰凉的东西塞到了魏玲珑手心里。听见没有？魏玲珑像被催眠了一样，木讷的点点头。萧成宇勾唇一笑，开窗跃出去，不见踪影。魏玲珑抚着胸口，妈呀，心脏都要蹦出来了，脸烧得好难受。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玉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楚王殿下大晚上跑来，就是告诉我有事去找他。魏玲珑把玉佩握在手心，温润光滑，上好的羊脂白玉，正面刻的雅尾龙纹，背面云纹之上一个羽字。一看这玉佩就是皇室身份的象征，楚王就这么轻轻松松送给我。突然魏玲珑灵光一闪，难道他看上了我？魏玲珑惊得坐起来，然后脸上又开始发烫，暗暗骂自己：呸，不害臊，你是香饽饽呀，都看上你。魏玲珑知道，在这个时代，女人就是附属品，越是世家贵族，规矩越多，而且女人一生困于后宅，妻妾为了一个男人用尽手段，她才不要沦为这样的女人。她找来一条黑色粗点的边绳，把玉佩挂在脖子上，贴身佩戴，省得外人瞧了去。魏玲珑忽地想起，昨天乐安公主约了她和方青兰去逛街，便急忙招呼春兰给她梳妆，简单用过早饭。魏玲珑先去了春晖堂给老夫人请安，王氏也在，给祖母请安，给母亲请安。快过来，我都说了，你们不用每天都过来请安，怪麻烦的。孙女不是想祖母吗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顿时逗得老夫人皱纹都乐开了花。你呀，就会逗老婆子开心。昨日乐安公主约了我和方青兰，估计一会儿就该来接我了。能得公主青眼是你的福气，你定要与她好好相处。对了，母亲再给你拿些银子，你别让人看清了去。母亲，我这里还有，不用给我，等我用完了再给您要。好吧，冰燕和礼部侍郎家那个庶女关系挺好的，叫青莲的，还来过家中几次。在宫里，表姐就和那个方青莲一直坐在一起，亲热得很。这时李嬷嬷进来：小姐，门房来回了，乐安公主在门口等您呢。祖母，母亲，我去了。快去吧，别让公主久等。魏玲珑扶了扶身，快步走出去。我知道你急着修复关系，可心啊凉透了，不是一天就能焐热乎的。王氏鼻子泛酸，偷偷拿帕子擦去了眼泪。老夫人又道：你也不用失望，玲珑这孩子心里有数，谁对她好，她都记得，会好的。王氏低头应是。魏玲珑到侯府大门口时，乐安公主华丽的车驾果真停在那儿。快进来。见过公主，见过兰姐姐。哎呀，快别行这些虚礼，又不是在宫里，自在些多好。是，公主说的对。
三人相视笑起来。走吧。是。马车缓缓朝着街市而去。魏玲珑知道方青兰出府不易，刘姨娘当家，对她这个嫡女处处打压。兰姐姐，刘姨娘就痛快让你出府了？那不是借着公主的事吗？公主亲自上门来接，我父亲高兴的都要找不到北了，还岂会由着刘姨娘？我父亲还叮嘱我，日后多多与公主交往。那以后我就常去找你，给你撑腰。方青兰忙说：“那感情好。”说说笑笑之间，马车就到了最繁华的长盛街。依着乐安公主，先去逛成衣铺子，再去看首饰铺子，最后到龙香酒店吃午饭。我在宫里就听说龙香酒楼极有名，饭菜都是没见过的菜式，今天一定去尝尝。魏玲珑暗想，到时候随机应变吧。瞧瞧，公主怕是在宫里憋闷久了，这一出来眼睛都不够使，就像小马驹撒花似的。可不是嘛，别说公主了，我看的眼都花了。外面比宫里好玩多了，宫里无趣的很，可是母后不让我出宫，总是拘着我。等你再大些，搬进公主府就自由了。对啊，到时候就每天跟你俩腻在一起。就怕到时候驸马不愿意。我才不要驸马呢，自己一个人多自在。要不咱们三个谁也不要嫁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后面跟着的几个丫鬟面面相觑，各自腹诽。哎，就痛快嘴得了，说的好像自己能做主似的。一行人逛得累了，也将近中午，便到了龙香酒店。还是那个伙计，见来了一群姑娘，热情的出来招呼，却一眼看到了魏玲珑。刚想张嘴喊东家，魏玲珑悄悄摆手，伙计会意。几位姑娘是想用饭吗？是的，我们要雅座。伙计天天负责迎来送往，一看便知高低贵贱，况且和东家一起来的，岂敢怠慢。几位3楼请。伙计把几人带进了3楼最好的房间。伙计把几人安置好，又赶紧让人先上来茶水，给他们几个安置一间房，伺候好。是。伙计把丫鬟们安置在旁边的春分雅间里，便急忙去后院找韩慕云。韩慕云正悠哉地晃着摇椅，哼着小曲。听说魏玲珑带了客人来，便整整衣衫上了3楼。进来。哈，小的是龙香酒店的掌柜韩慕云，欢迎3位贵客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乐安公主一见韩慕云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天哪，竟有如此洒脱俊逸的男子！乐安公主的心像被什么轻轻撞击，瞬间乱了分寸。韩慕云察觉到身上炽热的目光，抬眼正对上了乐安公主的视线。他微微一愣，又赶紧低头一揖。乐安公主这才回过神来，小脸泛起了绯色，忙装作整理鬓发。韩掌柜，这2位小姐特意来龙香酒店品尝美食，不如你介绍一下有什么招牌菜？贵客算是来着了，咱们酒店新推出的翡翠白菜卷，还有本店招牌菜佛跳墙、锅包肉、西湖醋鱼、东坡肉。你们姑娘家喜欢甜食，拔丝山药就不错，喜欢清淡，杏仁豆腐也挺好。那韩掌柜就先给我们上这些吧。是，小的这就下去吩咐。3位小姐请稍等。说罢转身出去。乐安公主的目光一直追随到门关上，方才收回。公主，韩掌柜长得如何？长得好看，多看几眼怎么了？这韩掌柜确实与那些王公贵族家的公子不同，瞧着潇洒自在，虽是商户，却没有铜锈气。看来乐安公主春心萌动，韩慕云要有麻烦了。3人正闹着，韩慕云亲自端来一盘水果。这是本店送与3位小姐的菜，马上上桌。魏玲珑偷偷朝他眨眨眼，韩慕云斜愣他一眼。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暂时没了，你先下去吧。韩慕云赶紧逃眼似的退出去。妈耶，那个小姐的眼神太他妈吓人了。那时候在公司里，他就经常遇到同样的目光，搞得他每天躲躲闪闪。他一个崇尚风一样自由的人，可不想让谁束缚。时间不长，伙计把几道菜
逐一端上桌。几位小姐请慢用。哇，看着就有食欲。闻起来好香啊！乐安公主和方清兰迫不及待拿起筷子。谁在里面？我们主子要用这个雅间。忽然，门外一道尖细的男音响起，随后就是一阵喧哗。砰的一声，门被推开，魏玲珑三人一惊，朝门口看去，门口站着几个男子。魏玲珑一眼就看到了晋王萧文远，不可一世在后面摇着折扇。同时，晋王也发现了屋里的魏玲珑和乐安公主，迈步进屋，脸上霎时堆满笑容。本王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皇妹和魏小姐、方小姐呀！误会，误会。晋王边说话，一双眼睛便在魏玲珑身上打转，三人不得不起身见礼。晋王的眼神让魏玲珑十分不爽，对他这个人又添了几分讨厌。二皇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酒店那么多雅座单间，你非要这件做甚？皇兄不知安乐在里面。哼，要不是我在这里，你就将人赶走不成？打扰三位用饭，本王的错。你们这顿饭，本王来请。这时，韩慕云闻讯上楼，他打着哈哈：“哎呀，实在是不知晋王殿下要来，要不然这立春怎么着也得给您留着呀！哎呀，真是不巧，这三位小姐刚要用餐，不如王爷换一间，小的肯定给您安排的妥妥帖帖，您看怎么样？”都是一家人，掌柜的看着安排就行。皇妹他们这顿饭记在本王账上。皇妹，韩慕云一怔，看向魏玲珑。魏玲珑拿眼神瞥向乐安公主，韩慕云顿时明白。王爷，这边请。来，咱们继续吃，不管他。一段小插曲而已。三个人继续享用美食。哟，姐姐这是满载而归啊，让我看看你都买了什么好东西。方青莲说罢，动手便抢。小桃急忙闪躲，刘姨娘上来就是一个巴掌。你个贱婢，还敢躲你！你给我滚开！方青兰挺直脊背，直视刘姨娘母女。刘姨娘，素来我拿你当长辈，本着家和万事兴，万事不与你计较，可没想到倒助长了你的气焰。姨娘莫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你一个区区妾室，竟敢对方家嫡女动手动脚，肆意羞辱，谁给你的脸？你疯了不成？竟敢这样对我娘说话！反了反了！你这个小贱人，竟敢这样跟我说话！你叫谁小贱人？你再说一遍！闹什么？礼部侍郎方弘礼疾步走过来。老爷，妾身不活了，大小姐竟敢辱骂妾身。是啊，父亲，姐姐好像是疯了。方弘礼严厉地看向方青兰，小桃慌忙扑通跪下。老爷，不是这样的，奴婢和大小姐刚回来，姨娘和二小姐就拦着我们，非要抢这些东西。这可都是乐安公主和侯府魏小姐送给大小姐的。父亲，不是女儿不给妹妹，实在是公主殿下说了，这些物件不许送给别人。要是让她知道了，定会上门问罪。公主还说……方弘礼见她吞吞吐吐，忙追问：“还说什么？”公主还说，素闻方大人宠妾灭妻，就不怕皇上知道了降罪吗？方弘礼一个机灵，这还得了？我是寒门出身，好不容易熬到侍郎之职，岂能因此坏了前程？再说大女儿和公主殿下交好，对自己可是大有裨益的。青兰啊，父亲以前甚少管后宅之事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尽管跟父亲说，父亲一定替你做主。公主的名头确实好用，父亲这嘴脸变得真快。方弘礼转头看了看那母女二人，颇不耐烦：“以后别没事找事，安守自己的本分，让我知道谁再敢作妖，这家就不要待了。”说罢便拂袖而去。方青兰带着小桃施施然回了自己的院子。方青莲气得跺脚，愤愤不平：“娘，你看他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他刚才那般羞辱我们，女儿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岂能就这么算了？这个小贱人，以为有公主撑腰就万事大吉了？哼！我得想个法子让他知道，在这方府里面到底是谁说了算。”翌日上午，魏玲珑闲来无事，躺在摇椅上看书。
阳光透过梧桐树宽大枝叶的缝隙，将斑驳的光影洒在书页上，也照在他的身上，暖烘烘的。魏玲珑看得累了，放下书，轻轻合上眼睛。日光和煦，小姐，小姐！丫鬟绿珠气喘吁吁跑进院中。哎呀，你咋呼什么啊？你没看见小姐在小气呢？绿珠是王氏给魏玲珑的2等丫鬟，她吐了下舌头，小声在春兰耳边嘀咕：“春兰姐姐，那个何公子带人来提亲了。”魏玲珑突地睁开眼睛，这个何玉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她坐起身子，理了理鬓发，走，看看去。魏玲珑赶到前院时，看到院中放满各色礼品，屋内官媒婆正在舌灿莲花。夫人，何公子可是京城数1数2的才俊，父亲是当朝丞相，姐姐是得宠的贵妃娘娘，门第高贵，足以和咱侯府千金匹配。再说了，他们2人小时候还交换过信物，这亲事实属天作之合。自古婚姻大事讲究你情我愿，像何公子这样的家世，我家女儿实在高攀不上，还望不要强人所难。何公子对贵千金一往情深，要是嫁过去啊，定会被捧在手心。哼，何公子捧在手心里的人太多了，我怕摔得粉身碎骨。魏玲珑一袭藕荷色大袖襦裙，款步走进来，脆生生打断媒婆的话：“你怎么出来了？”媒婆上下打量魏玲珑，果然是生得气质出尘，既有江南女子的温婉，又透着一股清冷的倔强。姑娘可莫要打趣啊！何公子对您的真心绝无半分虚假，断不会摔着您。自魏玲珑进来，何玉的眼睛就直勾勾的没离开过。魏小姐，与你初次见面，我便倾心于你，还望小姐给我一个机会，证明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呢。何公子有真心吗？还是说真心太多了？听闻何公子后院充盈，外面风流韵事更是不断，当街都敢抢人。你今日钟情于我，明日就不知又恋上了谁。这……何玉被戳到短处，张口结舌。何公子，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，小女子是不会嫁给你的。那日在陛下面前，我已表明心意，请何公子另觅佳人。魏小姐若是同意嫁给我，我会为你遣散后院。何公子不必如此，小女子承受不起如此厚爱。你请回吧。魏玲珑态度坚决，何玉还想不依不饶。何公子，婚姻之事需要两情相悦，勉强有什么好处？请回吧，以后莫要再来。何玉彻底怒了，他一甩袖子，露出嚣张嘴脸。哼，信物还在我的手中，我看你不嫁给我，哪个敢娶你？我就是老子家中去做姑子也不会嫁给你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来人，送客，二位请吧。何玉铁青着脸，带着媒婆拂袖离去。这可怎么好啊！哎呀，都怪你父亲。母亲，不要担心，会有办法拿回信物的。但愿吧。彩霞听完墙角，悄悄离开，飞快地跑回竹香院。小姐，何公子带着礼物回去了，夫人和小姐都不认这门亲事，把何公子给赶了出去。这事儿可不是说不认就不认的，丞相府是那么好拿捏的吗？我们啊，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如今在侯府，王冰燕已经没有了以往的自信，下人见她都会称呼一声表小姐，仿佛一夜之间她成了寄人篱下的外人。她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攀上一门高枝，她要让侯府众人见到自己须得仰视。于是她让彩霞买通了一个闲汉，每天注意靖王的行踪。她要去偶遇靖王，她相信机会是自己创造的。王冰燕自信凭自己的美貌和才情，没有男人不喜欢。再者，有哪个男人能抵挡住美人的投怀送抱呢？楚王府，砰的一声，影衣撞门而入。出去。哦。看着被轰出来的影衣，站在门口的影二悠悠开口：“
敲门。影一白了他一眼，还是听话的叩响房门。进来。萧长宇正在练字，头都没抬。主子，何玉去侯府提亲了。萧长宇手一抖，墨汁滴落在宣纸上，他放下毛笔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被赶出侯府。萧长宇坐回椅子上，虽说面无波澜，心中却着实吓了一跳。看来这个事情要尽快解决。你让人给本王查一下何玉有什么把柄，尤其是那方面。哪方面呀？影一愣怔一瞬，随即明白过来，立马拍胸脯保证：主子放心，属下一定查他个底儿掉。而魏玲珑也想着要怎么把信物拿回来，那势必要先抓住何玉的错处，让皇帝也无法偏袒他的错处。上次韩慕云透露的何玉和方青莲的事，不知能不能加以利用，得想办法确认一下方青莲的心思，是不是非何玉不嫁。这天，韩慕云派人来找他，他带了凌霜去了龙香酒店。到酒店后院，魏玲珑摘下帷帽，韩慕云倒了一杯茶给他。我有个发现，急着告诉你。什么事？韩慕云撩袍坐在摇椅上，一脸八卦。昨天你那个未婚夫……呸！你好好说话。何玉又和那个青莲见面了。这次两个人起了争执，那个青莲非要何玉娶她，还说要瞒不住了，可何玉不愿意啊，两人不欢而散。哎呀，那个青莲自己在雅间哭了半天才走。魏玲珑眨巴着大眼睛，你居然去偷听了？嘿，我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想让你赶紧恢复自由，你个没良心的。谢谢兄弟。他回味方青莲的话，要瞒不住了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是不是她怀孕了？聪明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我也这么认为。这种情况的话，是不是他和方青莲可以合作一把，各取所需？他把想法跟韩慕云一说，韩慕云也觉得可行。反正那个姑娘没有别的路可走，除非打掉孩子。于是魏玲珑回到了侯府，写了一封信，让绿珠送到方府，约方青莲2日后龙香酒店见面。方青莲收到信很奇怪，魏玲珑不是和大姐姐交好吗？怎么会约自己见面？而且对他来说，魏玲珑算是情敌，他跟自己有什么好聊的？魏玲珑信中说，关系到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方青莲实在想不明白他想要干什么。想想自己的困境，心底又渴求一丝希望。2天后，方青莲偷偷从后门溜出去，到龙香酒店前台，问店里伙计：“我找人，在白鹿雅间里。”伙计忙带着他到3楼。方青莲在门口犹豫片刻，推门进去。魏玲珑正在候着他，桌上让人上了茶水点心。冒昧请方小姐前来，请不要见怪。来，先请坐。魏小姐，咱们2个好像没有什么交情，约我来想说什么？方小姐性情爽直，快言快语，我便直说吧。你也知道，跟何玉的亲事我是不愿的，在皇上面前我都敢说不。可毕竟我们2家交换了信物，何玉想以此逼迫于我，我要拿回信物，毁了这约定，所以想请方小姐帮个忙。我能帮你什么忙？其实是想让咱们2个双赢。双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你除了嫁给何玉，已经无路可走。方青莲心中咯噔一下，忽地站起来。你知道些什么？她有孕之事连姨娘都没有告诉，魏玲珑怎么会知晓？此事传出去，她就真的没活路了。莫急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咱俩能不能互相帮助一下，各得其所。我只问你，你想不想嫁给他？如果你还有别的路可走，我便什么也不再提。我还能有什么路？此时的他那么弱小，让魏玲珑心生了一丝怜悯。你想好了非他不嫁吗？你有什么办法？说吧。我们可以设一个局，让我看到你俩私会，何玉也就无话可说了。我保证事情不会传扬出去，我借此要回信物。丞相府迫于压力，也必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不过恐怕你只能做妾，何丞相是不会同意何玉娶你做正妻的。我明白，魏小姐好算计。要是我不跟你合作，我自己把事情闹大，不也一样吗？方小姐，你可知我一句话，何玉便会遣散后院，一个不留。
方青莲颓丧地垂下头，半晌，好，我同意。随后两人商讨半天，才各自回府。入夜，楚王府书房内烛火摇曳。萧长宇刚听完影衣回禀，指节轻叩桌案。你确定何玉与方侍郎家的二小姐有染？3天前他们还在凌香酒店私会，据下面人说，方二小姐出来时好像哭过。影业顿了一下，又道：属下奇怪，今日魏小姐约了方二小姐，2个人聊了大半天呢。哦，小丫头想干什么呢？派人严密监视他2人的行踪，一有异常马上禀告我。马上，听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，能不明白吗？唉，难得主子动了凡心，帮府又有女主子了。时间又过去2天，方青莲异常煎熬。想想他和魏玲珑的计划，他夜不能寐。今天就要以身入局，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然而他不能再等了，他让彩霞给他梳妆打扮好，悄悄从后门出了府，到了龙香酒店，要了3楼的春分雅间。韩慕云知道今天的局，亲自在柜台上招呼着。不多时，何玉大摇大摆进入前厅。韩掌柜，今天本公子要下旨。嘿，好嘞，您3楼请。您喝什么茶？还是碧螺春？还是韩掌柜了解本公子呀？哈，那是当然。何玉大踏步进了雅间，不一会儿，伙计送来茶水。暂时不要让人进来打搅。伙计赶紧应是，退了出去。何玉开门，探头看了看，见楼道里没人，径直推门进入春分。方青莲已经等了一会儿，见何玉进来，忙迎上前：玉哥哥，又找我何事啊？玉哥哥真这么狠心吗？你难道忘了咱们的山盟海誓吗？父亲不会让我娶你的。可如今我有了咱们的孩子，你真忍心不要他吗？我如此爱慕你，你舍得不要我吗？说罢，跌坐在何玉怀里，双手捧住何玉的脸就亲了上去。何玉怎能抵抗得住？顺势两人搂抱在一起，动手动脚起来。春兰，你跑哪儿去了？随着一声女子轻呼，门吱呀一声被推开。你们！何玉抬眼望去，魏玲珑正愤怒地瞪着自己，而他身后站着的是楚王殿下，再后面是韩慕云。他惊慌地跳起来，方青莲扑通摔在地上。魏小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他勾引我。我不听。这时萧成宇踱到前面，哼，何公子可真好勾引呢。方青莲偷瞄了一眼魏玲珑，楚王为何跟他一起出现？魏玲珑眨了下眼，他也发懵。他前脚刚进酒店，后脚楚王就到了，他不想错失良机，只得按计划行事。方青莲想，这样也好，楚王代表皇室，是有力的证人。他一咬牙豁出去了。他爬到楚王脚下，磕头哭诉：楚王殿下，求您为我做主，我和玉哥哥，我们有了夫妻之实，我已经身怀有孕，求您帮帮我。休要胡说，是真是假一查便知。何公子不会是想始乱终弃吧？这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就要敢当。本王看这事儿啊，涉及了丞相府和侍郎府的颜面，一定要妥善处理，不然此等丑事传扬出去，就连陛下脸上都无光。本王定要禀明皇上，谁让本王碰巧遇上了呢？何公子，咱两家还是换回信物吧，不要再纠缠下去。方二小姐对你情深意重，况且还怀了丞相府的血脉，请你一定要善待于她。我回去会禀明我父亲。也不顾方青莲，拂袖快步离去。魏玲珑赶紧扶起方青莲，不知该要怎么安慰她。方青莲自嘲地笑，拢了拢头发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头也不回走出去。他知道父亲一定会同意，她一个庶女能攀上丞相府，他求之不得。屋里安静下来，魏玲珑呆呆地站着，心情复杂。萧成宇突然好想抱抱她，又怕把小丫头吓跑，他轻咳一声，声音放缓：咱们换一间可好？韩掌柜，送一壶碧螺春到李春，再送些点心。好的好的。韩慕云出去前使劲给魏玲珑使眼色，却不料被萧成宇捕捉到。他双目一凛，韩慕云顿感凉飕飕的，赶紧下楼去安排。魏小姐，魏玲珑方才回神，王爷还没走。相请不如偶遇，我请魏小姐吃个便饭，如何？魏玲珑哪儿还有心思吃饭，
他想着赶紧回去，让父亲早早去要回信物，省得夜长梦多，也算了结这桩心事。怕是不合适吧？萧成宇一听他要拒绝，根本不给他再开口的机会，直接拽起他进了另一个雅间。哎，你放开我！魏玲珑不得不小跑着跟上他的大长腿。萧成宇见屋，一把将魏玲珑按在椅子上，幽深的眸子盯着他。就这么怕我？说真的，确实有点怕。每次见他，心里都发慌，心跳加速。不是怕，是什么？我怕你做事。既然不怕，就给我乖乖坐着。说罢，撩袍坐在对面。这时，韩慕云端了茶水，敲门进来。王爷，您要的碧螺春。他给二人斟上茶水，借机瞄了一眼魏玲珑。魏玲珑无奈地冲他耸了下肩。两人的小动作怎能逃过萧成宇的眼睛？他装作没看见，见韩慕云没有出去的意思，让人把招牌菜都上来。韩掌柜就先出去忙吧，只得行礼退出去。你为何不找我帮忙？什么？上次我告诉过你，有事可以去找我，你为何不去？